大家好，正在吃他听类降血脂药的朋友，一定要认真听完今天的内容，这关系到你的药效、肝脏和肌肉安全。很多人长期吃药血脂不降，浑身酸痛，根本原因就是吃错了东西，不是药没用，也不是身体不行，而是日常饮食把药效抵消了，甚至变成了伤身的毒素。药物进入身体后，要经过肠胃吸收、肝脏代谢才能起效。这个过程里，一旦吃了相克食物，药效会大打折扣，药物还会在体内堆积，伤害肝脏和肌肉。很多不可逆的伤害都是从一口吃错饭开始的。之前我在社区做健康讲座，遇到一位60多岁的陈先生，他坚持吃他听类降血脂药大半年，血脂指标一直超标，还经常腿抽筋，浑身没劲。我仔细问了他的饮食习惯，才发现他每天早上先喝一大碗纯燕麦粥，吃完立刻吃药，晚上天冷还要喝一杯药酒暖身。他听是目前降血脂、保护心脑血管最可靠的药物。可陈先生这样吃，等于把救命药变成了伤身的负担。燕麦吸附药效，酒精加重肝脏负担，两样加在一起，药等于白吃，还增加身体损伤风险。这个案例提醒所有正在吃降脂药的朋友，服药期间不忌口，小事是药效没用，大事是急性肝肾损伤，肌肉溶解后果非常严重。今天我把服药期间必须避开的4类食物，4个隐形风险全部讲清楚，内容很重要，建议大家记下来，也转发给家里正在吃降脂药的父母和长辈。首先，第一种绝对不能碰的头号禁忌就是葡萄柚。很多人吃药知道不喝茶、不喝咖啡，却不知道葡萄柚对他听类药物的危害有多大。不少长辈觉得水果天然健康，每天喝葡萄柚汁清肠，这个习惯非常危险。肝脏里有一种 CP3 他酵素，专门负责分解药物，就像肝脏里的药物处理厂，能把代谢完的药物分解排出，避免在体内堆积。葡萄柚里含有唑南香豆素，这种成分会直接关闭这个处理厂，让药物无法分解，大量留在血液里。美国医学研究显示，吃他听时喝250毫升葡萄柚汁，血液里的药物浓度会升高3到7倍，相当于一次吃了好几倍的药量。药量暴增会直接引发肌肉剧痛、发炎，严重时出现横纹肌溶解，肌肉蛋白进入肾脏会导致急性肾衰竭。同时，超高浓度药物也会损伤肝脏，引发急性肝炎。有人觉得分开吃就安全，早上吃药，晚上吃葡萄柚，其实这个想法完全错误。唑南香豆素对肝脏酵素的抑制是不可逆的，不是暂时停工，而是直接破坏，身体重新合成酵素需要72小时，也就是3天。这意味着只要吃了葡萄柚或喝了汁，接下来3天吃药都有中毒风险。所以只要你在吃他听类降脂药，新鲜葡萄柚、葡萄柚汁、含葡萄柚的果酱、复合果汁一口都不能碰。喜欢酸甜水果的朋友可以换成橙子、橘子、番石榴、猕猴桃，这些水果富含维生素 C， 不会影响肝脏代谢，安全又健康。水果本身是好东西，但搭配错药物，吃错时间就会变成伤害身体的毒药。第二种要避开的是看起来很健康的高纤维食物，尤其是燕麦。燕麦、糙米、西兰花、魔芋、膳食纤维粉、奇亚籽都是公认的健康食材，能吸附油脂，帮助降胆固醇。我也非常建议高血脂人群常吃，但关键是不能和降脂药同时吃。很多人像陈先生一样，吃完燕麦马上吃药，这是完全错误的做法。膳食纤维就像肠道里的超级海绵，进入肠胃后会膨胀，吸附油脂、胆固醇并排出体外，这是它保护血管的原理。但海绵没有分辨能力，会把降脂药的有效成分一起吸附包裹，药物还没被肠胃吸收，就跟着纤维排出体外。你每天按时吃药，身体却一点药效都没吸收，血脂自然降不下来。除了燕麦、膳食纤维粉、洋车前籽、奇亚籽、高纤麦片都会产生同样的影响。想要兼顾健康和药效，
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时间差，高纤维食物和药物必须间隔2小时以上。比如早上7点吃燕麦粥，9点以后再吃药。如果习惯空腹先吃药，就等2小时再吃高纤早餐。如果觉得记时间麻烦或者早上时间紧张，可以和医生商量，把服药时间改成睡前。医学界普遍推荐睡前吃他汀，因为人体肝脏在半夜12点到清晨合成胆固醇最旺盛，睡前吃药，药物浓度在半夜达到峰值，降脂效果最好，还能完美避开白天的高纤维食物，既安全又高效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高纤维食物和降脂药绝对不能在胃里相遇。第3种需要严格控制的食物是动物内脏。很多长辈有吃内脏的习惯，早上喝猪肝汤，中午吃鸡心、猪肚、腰花，觉得吃啥补啥，能补血养生。但对于正在吃他汀的人来说，动物内脏就是血脂和肝脏的双重负担。他汀类药物的作用是抑制肝脏自身合成胆固醇，人体大部分胆固醇来自肝脏，少部分来自食物。动物内脏的胆固醇含量极高，一小份猪肝的胆固醇可能超过他汀一天能降低的量。你一边吃药控制，一边大量摄入，等于让药物白忙活。更严重的是，动物内脏嘌呤含量极高，代谢后会产生大量尿酸，不仅容易引发痛风，还会大幅加重肝肾负担。很多高血脂人群本身就有脂肪肝，肝脏代谢能力已经偏弱，他汀又需要肝脏代谢，再加上高胆固醇、高嘌呤的内脏，肝脏会不堪重负，长期下去会出现肝细胞损伤、发炎。所以服药期间，动物内脏最好完全不吃，猪肝、猪脑、鸡心、腰花、牛杂都要尽量避免。想要补充优质蛋白，可以选择去皮鸡肉、深海鱼、豆腐。豆浆、无糖酸奶这些食物低胆固醇、低负担，深海鱼里的不饱和脂肪酸还能保护血管，比吃内脏健康安全得多。第4种绝对禁止的是酒精，包括所有隐藏在食物里的酒精。很多人说自己不酗酒，只是每天喝1小杯药酒，或者天气热喝半瓶啤酒，还有人吃姜母鸭、烧酒鸡、羊肉炉，觉得汤里的米酒煮一煮就挥发完了。这些想法都非常危险。他汀和酒精都需要肝脏代谢，两者同时进入身体，会增强肝脏的代谢酵素。肝脏会优先处理酒精，导致药物代谢延迟，大量堆积在体内，加重肌肉毒性和肝毒性。酒精代谢产生的乙醛本身就会损伤肝细胞，药物堆积加酒精伤害，双重打击会引发药物性肝炎，肝指数飙升，长期还会导致肝纤维化。不管是白酒、红酒、啤酒、黄酒还是药酒，含酒精的汤品服药期间都要滴酒不沾，尤其是药酒，很多长辈觉得是补药，喝完马上吃西药，中药材成分酒精、他汀3者混合，会给肝脏带来巨大代谢压力，风险极高。吃药只能用常温白开水送服，茶、咖啡、果汁、汤、酒都不行，白开水是最安全、最可靠的服药搭档。避开这4类食物，并不代表万无一失。他汀是效果好，但需要严格监控的处方药。服药期间还有4个隐形雷区，踩中任何一个都可能带来健康风险。第1个雷区是柑橘家族的连带风险。很多人知道葡萄柚不能吃，却不知道柚子、文旦、蜜柚、大白柚、西施柚和葡萄柚同属芸香科，同样含有垛南香豆素，只是含量稍低。如果一次吃半颗甚至一整颗，累积的成分依然会抑制肝脏酵素，导致药物浓度升高，引发不适。所以吃他汀期间，柚子、文旦、蜜柚尽量不吃。逢年过节实在想吃，最多吃1、2瓣尝尝味道，并且和服药时间间隔2小时以上，降低风险。第2个雷区，不要把肌肉酸痛当成普通老化。很多人吃药后出现腰酸、腿软、浑身没劲，以为是年纪大、劳累过度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。他汀最需要警惕的副作用就是肌肉损伤，严重时会出现横纹肌溶解。大家可以通过3点自我判断：1是疼痛位置多出现在大腿、小腿、后背、肩膀、
而且左右对称；二是伴随明显无力，梳头抬不起手，起身腿发抖，提东西没力气；三是尿液颜色变深，像浓茶、可乐一样。出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，要立刻停药，马上就医，告诉医生你在吃他汀。检查肌酸激酶指标，发现及时停药或调整药量后可以恢复，拖延下去可能引发急性肾衰竭，需要长期透析。第三个雷区，必须定期抽血复查。很多长辈觉得自己能吃能睡，没有不舒服就不愿意复查，觉得是浪费钱。这种想法大错特错。高血脂被称为无声的杀手。血管慢慢堵塞，没有感觉，药物对肝脏的轻微损伤，早期也没有症状，因为肝脏没有痛觉神经，等到出现腹痛、眼黄、皮肤黄，损伤已经非常严重。刚开始吃药或调整药量后，1到3个月必须复查，重点看3项指标：血脂确认坏胆固醇是否达标，肝功能监控肝脏是否受损，肌酸激酶查看肌肉是否有损伤。3项指标都正常，才能长期按原剂量服用。之后稳定的话，每半年到1年复查一次，不要拿自己的健康赌运气。第4个雷区，绝对不能自行加量停药。临床上有2种极端做法，都很危险。一种是求好心切，吃了2周药，觉得血脂没达标，就自己把1天1颗改成2颗，药量翻倍会直接加重肝肾和肌肉损伤。剂量是医生根据体重、年龄、肝肾功能、心脑血管风险精确计算的，不能自己更改。另一种是见好就收，吃药半年血脂正常了，就直接停药。高血脂是慢性代谢问题，无法彻底治愈。他汀不仅降血脂，还能稳定血管里的斑块，把脆弱的斑块加固，防止破裂形成血栓。擅自停药，血脂会快速反弹，斑块变得不稳定，一旦破裂，几秒钟就会形成血栓。堵在心脏是心梗，堵在脑部是中风。很多猝死都发生在擅自停药后几个月。要不要调药、减量、停药？只有主治医生能决定，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，不要拿生命冒险。最后给大家总结今天的核心内容，正在服用他汀类降血脂药的朋友，一定要记住这几点。第一，葡萄柚及相关制品完全不碰，一口都不要吃。第二，高纤维食物和药物间隔2小时以上，推荐睡前服药。第三，动物内脏尽量不吃，避免高胆固醇、高嘌呤。第四，酒精、药酒、含酒精食物全部避开，滴酒不沾，同时注意柚子、文旦的食用风险。警惕对称肌肉酸痛、无力、尿液变深的信号，按时复查血脂、肝功能、肌酸激酶，绝不自行加量停药。他汀类药物是保护心脑血管、预防心梗中风的重要武器。只有避开饮食误区，规范用药，定期监测，才能真正发挥药效，守护身体健康。今天的内容实用性很强，关系到每一位高血脂患者的安全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一定要转发给家里的长辈、亲戚朋友，让更多正在吃降脂药的人避开误区，远离肝肾损伤和肌肉溶解的风险。健康无小事，用药需谨慎。希望大家都能科学用药，合理饮食，拥有健康的身体和稳定的血脂水平，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